赵丽颖参加私人聚会，和男高层保持距离，与赵德胤相处状态不一样。最近频繁卷入风波的赵丽颖突然赴美参加活动，她空降纽约，以出品人兼主演身份亮相第24届纽约翠贝卡电影节，还身穿高级定制服饰，巧妙遮掩了标志性的粉发，体现出一种经历波折后重新出发的意味。不过，娱乐圈明星的形象一旦受损，想要挽回十分不易。即使赵丽颖身穿阿玛尼最新系列的大牌高定，首次对外曝光，仍有网友吐槽其整体妆容造型不够高级。即便穿戴奢华，整体效果竟像普通酒会的主持人，难以展现应有的气场。此外，国外电影节现场的布置远不及国内娱乐活动的细致精致，没有精心的打光和修图支撑，赵丽颖的生图曝光后，显得不仅简陋，灯光昏暗，皮肤泛油光，面色暗黄，整个人似乎矮了一截。如果不是通过国内宣传，很难看出她身穿名牌高定。她所处的环境也引起外界对翠贝卡电影节含金量的质疑，甚至有人认为赵丽颖能出席国际大幕是得益于新男友赵德胤的牵线搭桥。据悉，赵德胤本人早在2014年就曾获奖，与翠贝卡电影节颇有缘分。有粉丝指出，赵丽颖能够突破常规，参加这个电影节，甚至将8集短剧在人间改编成电影版本，也被外界解读为一种创新尝试。对于翠贝卡电影节为何会接受短剧改成电影的全新模式，剧组方面目前未作回应，大家皆可自由评判。而在电影节的首映式上，场地布置依旧简陋，打光糟糕，让赵丽颖看起来十分疲惫，换了一身造型后更显老气。除了参与电影节，赵丽颖还与剧组成员共同出席了私人聚会。路人记录下她最真实的一面，她没有频繁更换衣服，明显变瘦，胸骨突出，面容带有疲态。现场多为华人面孔，赵丽颖依旧表现得拘谨，即便与相识的男高层共处，也保持距离。值得一提的是，该男高层曾以极低的价格转让了他不少股份。当他们一同入座时，男高层还试图扶住赵丽颖的胳膊，让她更靠近自己，但从旁观者的角度来看，赵丽颖并没有靠近的意思。她在对方说话时，还抱住了胳膊，进一步拉开距离，更倾向于依靠身边的女生。有人猜测她或许是为了避免恶化关系，或是出于自我保护的考虑而避嫌。近年来，有关赵丽颖与赵德胤的恋情传闻不断，许多网友相信两人在一起更多是因为交往中的某些细节，比如她面对赵德胤时表现出不同的状态，很少保持距离。值得一提的是，赵丽颖近期多次陷入争议，涉及与赵德胤有关的事件，无论是对粉丝骂脏话，还是与合作电影《乔岩的新世纪》两人恋情的牵扯，都被外界质疑是在为爱冲锋。最后，顺便提一下，赵丽颖的恋情绯闻已传了近1个月，双方都未做出明确回应。外界关注她的恋情，主要是出于关心，特别是对赵德胤的背景和经历令人难以接受。与此同时，从染粉色头发、对人骂脏话，到频频参加与赵德胤关系密切的电影节，她似乎也受到男友的影响更深。希望赵丽颖能够保持清醒，在转型关键期不再消耗自己渐渐积累的观众缘，稳住当下的事业和形象。红毯上的孤独突围者。当赵丽颖穿着 Armani 高定站在翠贝卡电影节那盏昏黄的射灯下，我突然意识到，这可能是她职业生涯最真实的时刻。没有百万修图师，没有粉丝控评，甚至没有国内红毯那套精心设计的艳压通稿，只有一个32岁女演员，用略微泛油的鼻尖和凸起的胸骨，直面好莱坞最残酷的镜头审判。网友说这身造型像婚庆主持，但你们没看懂，她根本不在乎。从甜妹到制片人，从古偶女王到国际电影节闯关者，赵丽颖正在完成一场史无前例的自杀式转型。那些吐槽她状态疲惫的人或许忘了，
真正的战士本就不该永远精致。2. 与资本共舞的危险距离。那个试图搂他胳膊的男高层，曾是给他输送资源的贵人，但镜头捕捉到的细节说明一切：收紧的手臂，后仰的脖颈，转向女性同伴的侧脸，这是一套完整的防御姿态。在名利场的餐桌上，他早学会用最体面的方式划清界限。讽刺的是，人们却对他与赵德胤的亲密耿耿于怀。但你们发现了吗？当他站在这个缅甸导演身边时，连手指关节都是舒展的。或许正如网友调侃，能让女明星放下戒备的，从来不是股份转让协议，而是能让她眼睛发光的剧本。3. 粉头发之下的叛逆赌局。染发、对粉、脏话，这些脱轨行为真的是恋爱脑发作吗？让我们翻开数据，在人间豆瓣 8.3 分，翠贝卡史上首部短剧改电影，微博话题阅读量破12亿。当同行还在抢 S 加古偶时，他已悄悄压住国际赛道。那些说赵德胤带他镀金的人该看看，这位导演2014年获奖时，赵丽颖还在横店跑龙套。如今他能站在纽约，靠的是风吹半夏的钢铁意志，第20条的演技蜕变，以及在人间里那段倒吊戏乐出的青筋。4. 黎明前的至暗时刻。是的，他眼角的细纹在生图里无所遁形，但比起剥虽酸撑起的少女感，我更爱看这张脸的故事感。为角色减重到青筋凸起时的倔强，被造谣恋情时关闭微博评论的决绝，站在简陋展板前依然昂头的骄傲，这才是内娱最稀缺的大女主剧本。不靠 CP 炒作，不依赖豪门婚姻，甚至不祈求观众怜悯。就像他在人间里那句台词：“你以为的深渊，是我的起跳板。”当我们在审判一个女明星的油光和恋情时，他在审判整个行业的游戏规则。下次再看到赵丽颖的崩图，不妨想想，有多少人敢像她这样，亲手撕掉资本给的保护壳，把自己扔进好莱坞的斗兽场。8集短剧在人间撕开内娱遮羞布，赵丽颖太会挑剧本了。男人的迷恋已经到了病态的程度，他对女神的爱慕如此强烈，以至于无法忍受只做个普通观众。于是他决定通过更为极端的方式，让自己的意识进入女神的身体，试图了解她的内心世界。赵丽颖的新剧在人间一开篇就以这个令人震撼的设定引发了观众的兴趣。接着剧情的节奏急转直下，女神再一次撞上了男人的车，男人随即变得异常亢奋。他每次都偷偷用行车记录仪录下女神在自己车上的一切，然后反复观看，仔细琢磨她的一举一动。然而女神上车后的局面却急转直下，最终她把男人带到了一个密室，二话不说就将他锁住，吊在了半空中。从一开始，在人间便以紧张的节奏和跌宕的剧情吸引了观众的目光。无论是情节的不可思议，还是层层递进的悬疑，都让你无法自拔，屏幕前的目光牢牢被剧情锁住。最难以置信的是，这部剧虽然只有短短8集，却展现了7种不同的人格。每集40多分钟，情节紧凑，高潮迭起，反转不断，悬念也被玩得淋漓尽致。不得不说，赵丽颖挑选剧本的眼光实在太毒辣了，在人间再次证明了她的成功，而这次她也即将迎来新的巅峰。在剧中，赵丽颖饰演的贾小朵不仅是徐天银仿式体内觉醒的副人格，还在虚拟空间中扮演着一个施主者的角色。她的形象不仅打破了传统类型的束缚，更是将内娱久违的反类型化风格带回了大众的视野。在同行们还在甜宠剧中拼搏时，赵丽颖却突破自我，用多重人格的奇幻设定为我们开辟了新的道路。不要被剧名在人间所迷惑，这部剧并非年代剧，而是典型的水仙剧。这个词源于希腊神话中，纳西索斯爱上了自己倒影的故事，象征着自我爱恋，因此水仙剧也被认为是一个关于自我与自我恋爱的故事。在人间最大的颠覆性之处，
在于它将多重人格的设定不再局限于单纯的猎奇，而是赋予了其更深层的含义。贾小朵奉命清除徐天体内的其他人格，却意外地发现自己也成了被清除的对象。这场双向谋杀式的救赎，其实深刻隐喻了当代人面临的精神困境。剧中的虚拟空间设定令人叹为观止，霓虹废墟、悬浮的老电视等构建出一个赛博风格的牢笼。现实中的网约车司机徐天，带着创伤记忆如影随形。导演徐冰用独特的无限流单元叙事，将职场内卷和社交恐惧重构，让人对剧中的台词产生深深的共鸣。例如，当贾小朵在剧中对徐天大喊"如今的人都有病"时，这句话令人忍不住感同身受。当然，专业的心理学家或许会对人格互杀的情节产生疑问，认为这有污名化疾病的风险。然而，这忽略了主创的宏大野心。真正的恶魔并非精神疾病患者，而是那片情感荒漠的系统性破碎。剧中的每个副人格，其实都是现代人破碎灵魂的体现。于旦董子健是因极度渴望母爱而陷入疯狂，柳条儿孙千世则因自卑情结而蜷缩成一团。赵丽颖彻底摆脱了流量花旦的标签，赋予角色更加复杂的层次。如今要给赵丽颖一个更合适的标签，恐怕应当是疯批美学的掌舵者。她在人间中的演技突破，将她的才华推向了新的高度。当她甩出一巴掌时，眼神中透露出毒蛇般的锐利；当被倒吊在车尾时，她那紧绷的肌肉仿佛随时准备爆发。她的表现力无可挑剔，精彩至极。而更为出色的是她对徐天这一角色的性别反转演绎，仅通过压低嗓音、调整步伐，他就让人不禁感叹，这就是那个感觉。为了完美诠释贾小朵的虚幻感，赵丽颖为了角色大幅度减重，甚至青筋可现。当她在车尾悬吊时，更是亲自上阵，不用替身，展现了她对演员职业的极致敬业和坚定。作为一部奇幻剧，在人间的视觉特效也达到了顶级水平。耗资千万打造的虚拟空间，每秒耗费18万。雪崩吞噬桥梁的场景，物理崩塌与精神崩溃相互交织，展现了极致的视觉冲击。而导演借助畸变镜头模拟人格的分裂，通过雨滴的倒影，将混乱的内心世界投射出来。当徐天在车窗的愈痕中看到重叠的7重人格时，观众也跟着进入了这场脑海中的风暴。真正的悬疑并非由凶手推动，而是自我认知的崩塌与瓦解。回顾赵丽颖近年来的影视作品，真是令人叹为观止。从风吹半夏的钢铁女王，到第20条的市井母亲，再到向阳花彻底颠覆形象的演出，她每次都能在商业与艺术的平衡上精准舞蹈。而如今，她在人间中的表现，更是开创了水仙剧这一新赛道，带领观众走向全新的视听盛宴。在人间于5月28日开播，短短2天便迅速攀升至豆瓣国产剧热度榜第2，仅次于已经播出26集的《藏海船》。这对于一部仅有8集的短剧来说，简直是不可思议。这证明观众早已对塑料感的演技和流水线剧本感到厌倦，而渴望的是像赵丽颖这样的疯批清醒，敢于挑战禁区，为角色焚烧掉安全人设。正如剧中那句"我们离了谁都不行"所言，艺术与市场从未对立。当赵丽颖在虚拟空间中坠入深渊时，内娱的黎明才真正到来。在人间，赵丽颖的疯批美学撕开内娱最后的遮羞布。当她在深渊中坠落，我们才看清了内娱的黎明。如果有一部剧能让你在8集之内经历7重人格的撕裂、赛博牢笼的窒息，以及一场关于自我谋杀的救赎，那它一定是在人间。而如果有一个演员能用一场倒吊戏的青筋，一个毒蛇般的眼神，就让你忘记她曾是甜宠剧女王，那她只能是赵丽颖。剧本的毒辣，赵丽颖的疯批清醒。当同行还在用流水线甜剧收割流量时，赵丽颖已经用在人间完成了一场自我革命。这部剧的设定堪称病态美学的巅峰，
一个网约车司机引访式的一时被副人格假小朵赵丽颖式入侵，而他的任务竟是清除主人格。用导演徐冰的话说，这是一场双向谋杀。赵丽颖挑剧本的眼光从来不只是准，而是狠。从风吹半夏的钢铁女王到第20条的市井母亲，再到这次多重人格的施主者，她每一步都在焚烧自己的安全区。而在人间最震撼的是，他把水仙剧自我迷恋拍成了对当代社会的隐喻。那些副人格何尝不是我们破碎的职场面具、社交恐惧或原生家庭的创伤？2. 演技的爆裂，从甜妹到疯批掌舵者。赵丽颖的表演这次堪称生理性震撼。演神戏，当她压低嗓音扮演男性人格徐天时，一个垂眸就让人脊背发凉。肢体戏，被倒吊在车尾时，她绷紧的肌肉和抱起的青筋，连摄影师都感叹她根本不用替身。颠覆性，为了演出假小朵的虚幻感，她减重到颧骨突出，连呼吸都带着破碎感。这才是真正的巨抛脸。当她在霓虹废墟里冷笑说“如今的人都有病”时，观众瞬间共情，这哪是台词，分明是当代人的精神诊断书。3. 内娱的照妖镜，短剧时代，谁在裸泳？在人间的爆红开播2天，冲上豆瓣热度第2，打了谁的脸？是那些注水80集却逻辑崩坏的 S 加大制作，还是靠滤镜和配音撑起的流量演技？这部剧用3个感撕开了内娱的虚伪。感短，8集讲完7重人格，没有废戏。感疯，用人格互杀隐喻社会病态，不具争议。感赔，每秒18万的特效如雪崩中的精神崩塌，钱全花在刀刃上。而赵丽颖正是这场颠覆的核心。当其他演员还在纠结人设时，她早已跳进深渊。正如剧中那句：“我们离了谁都不行。”艺术与市场本就不该对立。结语：她坠落时，光才透进来。在人间的英文名是 Alive 活着，但她的内核却是如何杀死自己的一部分才能活下去。赵丽颖的假小朵像一把刀，剖开了娱乐工业的糖衣，也剖开了观众的麻木。当她在虚拟空间中坠落，弹幕刷满内娱有救了，这不是夸张。因为真正的演员从来不是被资本捧上神坛，而是亲手打碎神坛，让我们看见裂缝里的光。赵丽颖新剧在人间烧脑，设定神仙演技，我愿称它为国产剧天花板。当我最近为剧荒苦恼时，赵丽颖主演的在人间却让我焕然一新。这部剧一开播就以惊人的热度，简直让人无法自拔。我连续追了3集，心中只有一个感受：这部作品之所以能火，并不是靠运气，而是它实打实的硬湖实力。在国产剧被工业糖精和悬浮套路包围的现今，在人间以其高概念设定开创了一条新的道路。男主角徐天引访式是一名网约车司机，因童年创伤而分裂出多重人格，而赵丽颖饰演的假小朵竟然就是其中一个觉醒的副人格。更为奇妙的是，她在醒来后竟然闯入了一个霓虹闪烁、电视漂浮的虚拟空间，这里囚禁着一群被内心执念束缚的年轻人，他们必须在现实与虚幻之间完成自我救赎。随着精神健康话题的升温，心理专家们也纷纷出面讨论多重人格的敏感性，认为剧中描绘的过于夸张。不过，正是这些争议反而提升了剧的热度，爱奇艺的播放量持续霸榜，投资回报率令人满意，广告植入收益丰厚，周边产品的销量也很不错，但口碑却显得两极分化。观众票选最猛剧情点，虚拟火车那段高票当选，成为焦点。一些人赞赏其突破了国产剧的传统套路，勇于尝试虚实结合。然而更多人则批评它犹如四不像，导演更多注重技术的展示。数据不会说谎，热度直破7000确实存在，但看不懂的弹幕刷屏同样真实。最吸引人的莫过于这部剧在科幻外壳之下对现代人精神困境的深刻剖析，从奇思妙想的设定到惊艳的演技，从视觉的奇观到情感的内核，
在人间都堪称国产剧的破壁之作。他通过一次奇幻冒险告诉我们，最勇敢的事情不是在黑暗中斗争，而是勇敢地拥抱那个不完美的自我。如果你还在剧荒中游荡，这部烧脑又烧心的神作绝对值得加入你的片单。深夜追完《在人间》最新一集，我盯着片尾浮动的霓虹字幕，久久不能平静。这哪里是一部剧，分明是一把锋利的手术刀，正在剖开国产剧沉寂多年的创作困局。而握着这把刀的赵丽颖，早已不是当年那个只会甜笑的花千骨，她正在用贾小朵这个角色完成一场惊心动魄的演技起义。记得第一集那个令人毛骨悚然的镜头吗？贾小朵在漂浮着老电视的虚拟空间里，突然转头对着镜头冷笑。那一刻，我仿佛看见赵丽颖亲手撕碎了贴在自己身上10余年的流量花旦标签。没有夸张的妆容，没有声嘶力竭的咆哮，仅凭一个眼神就让人脊背发凉，这才是高级的疯批美学。那些批评多重人格设定太夸张的声音或许没看懂，贾小朵根本不是某个具体的精神疾病患者，而是当代年轻人内心困境的集合体。我们在职场戴上的假面，在社交中压抑的真我，在深夜辗转反侧时那个不敢承认的阴暗面。技术层面的大胆创新更令人惊艳。当徐天在雨夜的车窗上看见7重人格同时倒影时，导演用畸变镜头制造的眩晕感，完美复刻了现代人在信息爆炸时代的认知失调。有观众吐槽虚拟火车那段看不懂，但细想就会发现，那列永远到不了站的列车，不就是我们被困在996内卷焦虑中的真实写照吗？赵丽颖倒吊在车尾的那场戏，青筋暴起的手臂和决绝的眼神，简直是把生存挣扎可视化到了极致。不得不佩服赵丽颖选剧本的毒辣眼光。当85花们还在古偶里打转时，她接连用风吹半夏的钢铁女王，第20条的市井母亲，直到在人间这个演技核弹，完成3级跳式的转型。有业内人士透露，为塑造贾小朵的虚幻感，她主动要求剪重到胸骨突出，所有倒吊镜头拒绝替身。这种近乎自虐的专业主义，在抠图配音成风的内娱堪称壮举。当然，剧集并非完美，某些心理学概念的简化处理确实值得商榷。但换个角度看，当一部作品能引发专业领域的争论，不正是其社会价值的体现吗？就像剧中那句"如今的人都有病"，表面是贾小朵的疯话，实则道破了时代症候。我们哪个人心里没有几个想要清除却又舍不得的副人格呢？在人间的爆红给了行业一记响亮耳光，观众早已厌倦了工业糖精，渴望看到真正有思想锐度的作品。而赵丽颖的蜕变更证明，真正的顶流从不是数据堆砌的泡沫，而是敢于在创作深渊边缘起舞的勇气。当最后贾小朵在霓虹废墟里说出"我们离了谁都不行"时，我突然懂了，这哪里是台词，分明是赵丽颖对演艺生涯的宣言，不破不立，向死而生。感谢您观看视频。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再见。